我是小米。这次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非常多的开价新品们。那其实有一阵子没有介绍开价新品了，然后这次就一次整理了近期比较新的一些彩妆。那因为这次的品项比较多，然后有些是重复的，所以我今天就不会边上妆边介绍方式，会是比较以讲心得跟他们一些产品特色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呢，这次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其实最近有一些彩妆，我觉得是比较雷的，我会比较不推荐大家买的，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不要觉得每个都是推荐的，大家看完之后就是可以省一点钱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来分享的是1028的持久着迷无瑕光粉底。那这个粉底呢，其实它最近的呼声还蛮高的，因为我在前阵子 IG 有问大家说想看什么新品，然后蛮多人留言说想看这一瓶的。1号是白皙色，2号是粉肤色。那我用的是2号，因为我的肤色比较偏粉一点点。那再来就是它主打的特色呢，它就是持久无瑕零粉感，然后还有光泽度。那我觉得光泽度的话呢，如果你今天用美妆蛋上的话，它光泽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用刷具上的话就比较会有那个微雾光的感觉。再来就是它的持久度，我觉得也是还 OK 的。可是两颊我觉得是比较好，但是我在下巴这个部分是会稍微有一点点脱妆，然后我试了几次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再来就是他说我主打零粉感，那我觉得这一款并没有到完全零粉感，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妆感的。加上如果你想要让它的遮瑕力稍微再多一点，你可能叠个2到3层的话，它的妆感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它并不能算是一款零粉感的粉底。那老实说，我之前有接到这款粉底的试用，但是我最后还是把它推掉，我就觉得它并不是一款我用了真的会非常喜欢的一款粉底，也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我的肤质。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可能混合偏干的话，我觉得这款应该就会比较适合你们。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偏液状的，没有到很水。然后推开来之后呢，粉感是还蛮重的。不过我要称赞一下它这次的包装，它做的是这种雾面的瓶身，其实我觉得还蛮有韩系彩妆的感觉，所以这次它的包装我个人算是还喜欢的。然后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偏干肌的话，我就没有那么推荐这款粉底，我会建议从混合偏干到偏油性肌肤的人来尝试看看。再来第二款粉底呢，是这个 L'Oreal 的特润光感粉底1，这款的询问度也非常高，就是也蛮多人说希望我可以拍它的实测或是分享我的试用心得。那我今天脸上的这个呢，就是用这瓶粉底，那我用的色号是 N1，它总共有出到5个不同的色号，然后这次的色调是比较不一样的，不会都是比较偏白或者是比较偏粉这样子。在这款粉底，它主打特色是水润无瑕光感。那我觉得水润这点它是有，因为它算是一款保湿度还 OK 的粉底。然后再来就是它也有上起来那个妆感，也是稍微带有点光泽度的。但是无瑕这点我是不太认同，因为这款粉底我觉得它的遮瑕力是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就算它叠擦，可能也没有到像刚刚1028的遮瑕度那么高，所以它的遮瑕是还是需要搭配另外的遮瑕品才可以把我的一些黑眼圈啊或者是泛红遮掉。但是我还蛮喜欢它上起来的妆感，是属于比较有一点点奶油肌的感觉。那我们一样看一下它的质地，它的质地比起刚刚1028那个就水很多，然后你会感觉出来它的光泽感是更明显的。我这样摆动就有那个光泽感。然后呢，有人说它上面是有亮片的，但是其实我认真的觉得它的亮片感不会到很明显，尤其是手上可能还微微的看得到一点点，可是脸上我觉得是几乎没有的。但是毕竟亮片这个，我觉得可能比较因人而异，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然后这一次它的香味一样有淡淡的味道，可是我觉得没有之前那个24小时幼润粉底液的味道那么重，它是比较淡一点点。那这款呢，我会比较推荐给跟我一样偏干性的肤质，就是如果这款跟刚刚1028比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喜欢这一款，它上起来的妆感。但是呢，它也不是到那种真的非常保湿的那种粉底，因为像前阵子天气有比较凉一点点的时候，我觉得在我的下巴这个地方还是稍微会有一
点点略干，所以一定还是要做好妆前保湿。毕竟偏干肌的人在秋冬的时候，就算用了再保湿的粉底，我觉得妆前打底没有做好，也会让这个粉底的效果扣分。但是它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偏干肌的一款粉底。再来第三要分享的是 Clio 的光感无瑕气垫粉饼柔雾版。那这个 Clio Cover 系列其实出了非常多款气垫粉饼嘛，那这次的包装比较不一样，是做这样金色的镜面盖子。我自己是觉得比之前的质感都稍微要好一些，但是缺点当然就是比较容易沾指纹。那 Clio Cover 系列的粉底呢，基本上它的特色就是遮瑕度很高。那这个新款呢，我觉得比起之前的气垫，它的遮瑕力是比较正常一点，就是它还是保有一定的遮瑕力，可是不会到那么过，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的妆感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夸张的厚重感。再来就是它的保湿度也比之前稍微更提升一些些。那我自己用的色号是3号，是这个3号3BY 这个色号，打开给你们看一下，里面有镜子、气垫粉扑，然后粉饼。我自己习惯是把这个都会留着，然后稍微按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妆感。它就是那种就是柔柔雾雾的光，也是比较偏微雾光的。那这款气垫呢，我前阵子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上它，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的妆感，因为它的持久度也不错，然后它的那种柔雾光泽，就是让你的妆感看起来也是还蛮无瑕的。但是呢，一样偏干肌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冷一点天气可能就不太适合用它，因为我觉得就会比较偏干一点点。再来就是可能它的妆感还是比较偏无瑕一点，所以我有一次用它，有不小心晚上长了1-2颗粉刺，所以这部分如果你比较容易因为妆感厚重而闷痘或是长粉刺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它的妆感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我可能会在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使用。再来第4样是这个 Maybelline 的反孔特务无瑕嫩粉饼，这款也非常多人留言说希望我可以买来试用给大家看。那其实我自己因为偏干性肤质，真的还蛮少用到粉饼的。可能就是我偶尔要定妆，或者是我像眼下遮，我需要用粉状比较偏干粉类的产品来做定妆的时候会使用。但是我还是一样有测试它，用全脸上妆跟局部定妆来看看它的妆效怎么样。那我挑的是220明亮色这个色号，它是有防晒系数的 SPF 32 PA 3个加。那打开来呢，它长这样子。这次的包装呢，也是稍微有一点容易沾指纹的，但是就是一个很简单黑色的亮面包装啦。打开来有镜子、粉扑跟粉蕊。那先说外包装的部分呢，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粉扑，因为它做的是比较薄，然后它其实蛮容易沾粉，就是沾一点点，它的那个粉就是会脏，所以你可能用1-2次就要清洗。但是呢，如果我用那个蜜粉刷或者是比较大的刷子去刷，我觉得是还 OK 的。但是我必须要称赞一下它的这个粉质，它这次的 Fit Me 的这个粉质做的其实是还蛮细致的，就是以开价中来说表现是很不错的。那因为我本身是偏干肌，它对我来说还是没有办法用全脸。可是呢，像我在上一些脸颊局部的地方，我发现它抚平皮肤的那个效果是还不错的。所以有些人可能如果你毛孔问题比较严重的话，你又喜欢上粉饼的话，这款我觉得是可以尝试看看。然后加上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暗沉问题。那我自己如果之后使用它的话，我应该会是以局部，譬如说我可能眼下遮瑕上完之后呢，我再上薄薄的一层粉去做定妆，因为它的控油效果其实我觉得也算还不错。但是我是不会拿它来做全脸的上妆或者是定妆。接下来呢是这个 Integrate 的迷人光彩粉底精华。那重点这个精华呢，其实它已经不是新品了。我在去年有拍过它的实测影片，我把影片放在这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因为我到现在呢，还蛮喜欢这款粉底的。那重点其实是旁边的这一支粉底刷。我那天去逛到就发现，它出了一个版本是你买粉底液就送粉底刷。然后这个粉底刷呢，它的包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因为我之前就讲过 ，Integrate 是算我觉得开价目前包装做的我自己还蛮喜欢，尤其在它改版之后，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也是资生堂旗下的品牌关系，它的包装其实跟之前的那个131粉底刷长得非常非常的像，然后它的这个柄
握柄的地方是有点半透明的，就他们家招牌的红黑配色。然后刷毛的部分呢，我觉得做的是非常的柔软，就是在脸上是完全不扎肤的。我觉得以一个送的价值来说，它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因为像这一整组这样加起来才380，那你周末可能打个77折、85折，大概就是300出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所以如果你想要买粉底刷，但是你预算没有那么高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这一组。但很可惜，就是它这个粉底刷目前是没有单卖的，所以你就必须要跟这个粉底一起搭。所以如果你对粉底的妆感或什么想知道它上起来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去参考我的影片。接下来呢，也是1028的新品，叫做眼部羞羞熊猫眼3色遮瑕盘。那1028最近出了很多令人期待，就是觉得评价很不错的新品，所以我自然对它的新品就是期望算是有提升。但这个遮瑕盘呢，我用了之后，我先说结论好了，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个遮瑕盘。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包装，它的包装做的是这样子，打开来上面有镜子，然后3色的遮瑕跟一个遮瑕棒。那它这个3色呢，配色我觉得其实还 OK， 因为它有比较深到比较浅，所以你可以这样自由的调色。但我不是很喜欢它的这个附的遮瑕刷，它的遮瑕刷呢就是比较容易结块，我可能刷个1、2次我就必须要清洗。然后它的那个遮瑕刷不是很软，就是怎么讲，它没有办法很好的把你的遮瑕刷开，所以我没有很喜欢这个刷子。再来就是一般对于遮瑕膏的期望应该会比较高，因为毕竟膏状的遮瑕一定会比液状的遮瑕力好嘛。但是这款遮瑕膏，我觉得它的遮瑕力没有就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标准。像我的黑眼圈啊，我用它遮个3层，2到3层，它是没有办法遮住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再上到太厚，它就会基线或者是妆感看起来很重，所以它没有达到我心目中就是希望达到遮瑕的标准。那如果以这种3色遮瑕盘的话，我自己私心还是比较喜欢 IPSA 的那一盘，虽然它是专柜的，单价也比较高，可是它毕竟一盘也可以用很久，但是它可以达到我比较想要的效果，所以这盘我算是不推。再来进入眼妆的部分，那我要分享的是这个 Kate 的深眉丝绒眼影盒。那这个呢，因为我之前有跟他们合作，所以我有发了一个全试色的影片，还有分享2个眼妆，我把影片放在这边，你们可以做参考。那其中我最喜欢的色号是 OR1 跟 RD1 这2个，一个是比较偏橘色调，然后一个是比较带桃红色调。那这款眼影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它显色，第二个它很好晕染，然后第3个就是它的颜色变化是蛮多的，它出了6个颜色，6个的色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满足比较想要尝试不一样变化的人。那在更早之前，它其实有出了一个这个摩登怀旧眼影，那很多人就会想要把这2个做比较，就会想知道它哪个比较好用，或者是它们的优缺点在哪。那我实际这2个都试用之后呢，我觉得这2款它的显色力表现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好晕染的效果的话，我自己私心啦，虽然我只用了1个颜色，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好晕染的效果更优秀一些些，但是不会差异到太大。那深眉丝绒眼影盒它的颜色变化是比较多的，但是怀旧眼影它有出到4个颜色，然后深眉丝绒是只有3个颜色，所以要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有些人是喜欢这样子一格一格的，那有些人是喜欢这样子没有射线，它是可以直接2个颜色这样子去做叠擦，做玩出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晕染眼影的感觉。那如果以2个都是橘色系来做比较的话呢，摩登的这个橘色会是比较亮一点的橘色，像我今天就是擦这个摩登眼影，然后这个深眉丝绒眼影盒的橘呢，它就会比较偏带棕色调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是比较亮。你喜欢亮眼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一盒。那如果你喜欢比较低调内敛一点的橘，比较柔一点的橘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深眉丝绒的色号。但是这2款我觉得就是看你个人喜好去做下手，我觉得没有到特别一定哪一个比较好，或者哪个比较不好。再下样呢是个恋爱魔镜的超持久养护型睫毛底膏。那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平常上睫毛的顺序就是我会先夹睫毛，然后上睫毛底膏，再烫睫毛跟刷睫毛膏嘛。所以睫毛底膏算是我在化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那我平常用的都是 CanMake 的睫毛复活液。那我也想说也可以尝试看看其他的打底膏。那这个恋爱魔镜的这一款呢，它做的还蛮特别，是它的刷头。它的刷头做的是这样，比较像梳子型，然后它会有一根一根的这样锯齿状的刷毛，但是这个刷毛呢是软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确可以把你的睫毛的一些打结啊，或是纠缠在一起的梳开，梳成根根分明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刷头设计，因为它毕竟是白色的，然后加上它那个刷毛是真的会跟你的睫毛非常的密切接触到，所以比较容易去沾染到你的眼影啊、眼线等，所以它会比较容易脏。那如果以睫毛支撑度的话，我觉得它跟睫毛复活液目前用下来的支撑效果都还算 OK， 所以这2个我都会这样持续交替的使用下去。再来下一样新品呢，是这个 Excel 的绝色完美眼线液。那其实这我在前阵子的一些妆容影片都有介绍过它，也在上个月10月最爱中有分享它。那这款呢也算是近期蛮新的新品，可是我要再重新拿出来分享一次，是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我近期用到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眼线液。那它总共有出3个颜色，我平常最常用的是 RL02， 就是可可棕色。那它也有出黑色或是更浅的奶茶棕。然后它是非常非常抗晕的一款眼线液，因为我甚至有一次就是在工作中间想要稍微在沙发上眯一下，然后醒来之后呢，照理讲我平常眼线应该会掉的掉，晕的晕，可是它就是完好如初。自从那次之后就吓到我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想要画一个，比如说我今天会出门比较长时间，然后我想要让我的妆感是比较持妆，然后让我眼线不要掉漆的话呢，我就会上这一款，它就是可以让我比较放心的一款眼线液，也推荐给你们。再来呢是这个 Catrice 的单色腮红，这款我之前也有分享过，但是我还是再把它拿出来，因为它也算是最近还蛮新上的新品嘛。那这颗呢，我必须说它就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颗腮红，因为它的容量大，但是它用起来又好用，而且它的颜色也有很多好看的颜色。那我之前最推的是这个60号脏脏色，也是我今天脸上上的这个颜色，它是比较偏裸色，带一点点土，可是它的土色不会让你看起来气色不好，反而是会比较日常，然后不会很刻意、不经意的腮红的感觉。那如果喜欢粉色调的话，我会推荐20号跟50号。20号是比较偏淡粉色，然后50号是我觉得比较适合秋冬，带一点点勃艮第的紫红色。这个颜色配上一些桃红色的唇彩，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这颗我记得它才179吧，所以它真的非常划算，因为它有到6克的容量，真的是可以用非常非常久才用得完。好，那另外一个腮红新品呢是1028的这个超想珠腮红，这个我也是去逛宝雅的时候看到它出了新品，就买下来用看看，因为它出了3个颜色。那时候我挑的是这个欧美潮红，它色号是 CR01。为什么会挑这个颜色呢？是因为这个颜色比较少在开价的腮红中看到，然后也是比较特别的颜色，因为我觉得它好像很亮，然后颜色很像是你自己脸红，然后自然发出来那种血色感的感觉。然后它的包装呢，我觉得这个腮红包装做的还算不错，亮面的，然后有上面的草写质地，打开来里面是有镜子、腮红跟一个刷子。那它的那个刷子的柔软度呢，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但是因为毕竟它的面积比较小，所以我在刷这个腮红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容易有一点点刷不匀的问题，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刷这颗腮红，用搭配这个腮红刷的话呢，你一次量不要沾取太多，沾取太多它就比较容易可能有一些色块的问题。那先单颜色来论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颜色是蛮可爱，因为它是比较有点珊瑚橘色调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腮红本身其实是有亮粉感的，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亮粉感的话，就不要买这颗，因为它的亮粉感我觉得其实是有点明显。那如果整体来讲的话呢，这颗腮红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可以买，但是如果它另外2个颜色我觉得是比较常见一点的话，可能会有其他更多替代的更好的选择。不过我忘了说，它的持久度我觉得算是还 OK 的。接下来呢是个 Catrice 的大理石炫彩打亮笔。那我在前阵子开价打亮影片中有分享过他们之前另一颗矿物光战什么的，我突然忘了它的名字，就是比较粉肤色的那一颗，我个人还蛮喜欢嘛，觉得它 CP 值很高。那它出了一个新的，有点像是芋头酥的颜色，因为它其实虽然是大理石，可是你看它还是带有点紫色偏光的感觉。那我刻意呢今天还没有上打亮，就是想要让你们看它上在脸上那个光泽，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上有点被它的光泽吓到了。刷在这边，有吗？
超级明显的，它的光比之前那颗的光更亮，然后因为它是有点偏光色调的，所以我觉得它不太适合暖色调的妆容。我今天没有先上，原因是怕大家也会觉得说暖色调妆容跟这个偏光颜色有点不搭，它比较适合带粉色调或是比较冷色调的妆容。但是我必须要给你看，它的光泽真的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嚣张，甚至比之前它那颗更亮一点点，所以大家上的时候也记得下手不要太重。没有打亮，哦，亮到宇宙去的感觉。再下样呢是这个 L'Oreal 的奢华皮革定制唇膏限量版，那它是棕色的皮革，之前有出一个黑色皮革的嘛。那棕色皮革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单纯看这个唇膏的外形来讲，毕竟它是仿制的皮革，它的质感可能没有办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觉得以开价来说，它的包装其实算还蛮有新意的，因为一般可能都是亚克力或者是塑胶的，但是它做这样皮革，我觉得首先它在记忆点上就先加分了，所以它有一个小棕皮的昵称。那再来，它这次限量版出了6个颜色，这6个颜色我必须说，它没有一个。怎么讲？没有一个垃圾色，就是你会有点很难挑出你最喜欢哪个颜色，因为它6个颜色其实都挑的还蛮好看，然后都是比较有点土土中中的感觉。然后这6个颜色又分了2种质地，一种是比较丝绒雾感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偏奶油光感的。那我挑了2个，一个是我现在嘴巴上擦的642，它是比较光泽的，然后另外一个是292，它是比较偏丝绒雾感的。你看这2个颜色，我觉得都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看。那这个光泽面的呢，它主打是亮面皮质，就是希望你擦起来有点像是那种皮革的光感的感觉，是比较带一点酷酷的那种亮，不是那种真的很少女、很嘟嘟唇的那种油光，所以它的光泽是比较内敛一点点的。那我觉得它擦起来的保湿度、滋润度是很不错的，但是毕竟它是光泽型唇膏，所以它就是必须要一直补。但是好处是，像我自己吃完东西，它不会整片掉，它的外缘是还会留着，所以我就是只需要把内缘补起来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它的丝绒雾感呢，一开始用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唇部条件非常非常的差，然后有一点点死皮，它上起来呢，我觉得就没有办法那么的滋润。可是只要你唇部条件不要到超级差的状况下，它擦起来我觉得算是以丝绒雾感来说，然后又是开价来说，我觉得它的表现是很不错的，而且。这个292的颜色真的调得很好看，不得不说它这次的唇膏的颜色跟它的质感，我觉得算是可以入手的一款单品。好，分享完一款我自己比较喜欢唇彩之后呢，我接下来讲2款，就是我个人都没有很推荐，所以我就一起跟大家讲为什么不喜欢它。一个是这个 Rimmel 的迷雾庄园显色唇釉，然后另外一个是 Catrice 的水润釉光纯粹。因为我觉得天快黑，再录下去就真的会很暗，光线就不好看。那这款呢，它其实是最近出了新色，它大概是去年暑假的时候就出了。那它如果说以持久不沾杯来说，它的持久度表现是真的很不错，但是呢，我为什么不喜欢这款？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黏，然后它的品管不是很好。像这款呢，它目前出到可能10几个颜色，我自己觉得。我有用到几个颜色，它用起来擦起来是真的比较干，然后遇到一些比较劣质品，所以我会有一点点对它失望。但是如果你真的说这个你喜欢不沾杯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从比较深、比较重的几个颜色下手，可能它是比较红色系的或者是比较。葡萄紫色系的这几个颜色擦起来，我觉得是比较 OK 的。那我一样还是擦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妆感，它擦起来是这样子，比较丝绒的雾感，然后等它干掉之后，它会变成全雾。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梅子味。那这款呢，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分享过 Maybelline 的那个液态唇膏嘛，雾感液态唇膏，因为那款我真的太喜欢了，所以以至于这款用的时候，我自然会拿这2个做比较。那如果一样都是不沾杯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Maybelline 的那一款，所以这款我觉得我就没有那么推荐给大家。那另外一个是这个 Catrice 的水润釉光纯粹，它的妆感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它是属于比较光泽型的。它就是这样亮亮的水光感。那这款呢，基本上除了这个比较深的桃色调，另外3个颜色是没有办法遮住我的唇色的。我的唇色本身不算到很深，但是它都没有办法遮住我的唇色。那我觉得基本上就已经先
不合格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把你的本身的纯色气色不好的部分遮掉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失去了它唇彩意义。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那种很自然的唇彩的话，你不如去选择像 Opera 的那种，它不会到很完全的盖唇色，但是它是会让你唇部的气色加分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它就是擦上去它比较容易没有那么均匀，然后你擦起来明明就是光泽感的唇彩，它应该是可以让你的嘴唇的那种光泽度是很漂亮的，但是它没有我擦起来的想象中的效果，所以我就觉得这款我也不推荐。再来最后一款唇彩是这个 Innisfree 的花样绵密纯粹。那这款纯粹我放在最后讲，是因为它不是一款我超级推荐，但是也没有雷到我觉得一定不要买的。它就是那种表现比较中规中矩的一款唇彩。它上起来的感觉就是会比较介于雾面跟亮面中间，它是比较丝绒的感觉，丝绒微光感。那这款唇彩我觉得它比较挑唇况，像我唇部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它擦起来我觉得妆感就还蛮好的。但是如果我唇部比较干的时候，它擦起来就会有点显死皮，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比较中规中矩。我今天如果唇部状况还不错的话，我就可能会擦它；但是唇部状况不好的话，我就不会建议擦它使用。然后它的持久度我觉得表现也普通，就是我吃完东西就一定要补妆的那一种，所以我也没有到特别推荐大家一定要入手这款唇彩。如果今天全部只能选一样的话，我就是会推 L'Oreal 的这一支。然后我刚发现我忘了分享一款是这个 Catrice 的炫彩三角眼影笔。这个眼影笔呢，其实我本来是比较喜欢用粉状眼影的人。你看我平常上妆也都是以那个粉状的眼影居多，因为我的眼皮是比较凹、比较深，就是比较凹进去一点点，所以我上这种眼彩笔非常容易积线，不然就是会粘在一起，或是有一条丑丑的那个眼窝线。那天我用了这个，我就是没有抱着很高的期望去上它，想说哦，我来试用看看。结果我一试用之后呢，还蛮讶异的是它的设计啊是这种三角形的，所以它可以这样画大面积。那如果你想要画比较尖的地方呢，你可以用这样斜切面的地方去画比较细的部位。然后它的那个光泽感，我觉得是表现还不错。然后你用手指可以把它这样子晕染开来。那我那天用的是这个颜色吧，我记得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40号。那我用了它之后呢，发现它的持久度表现很不错，而且它上在眼睛上干掉之后啊，它不会让我的眼皮会有一条一条基线的痕迹，所以算是我就是有点惊艳到意料之外，用起来还不错的眼影笔。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喜欢这种眼影笔，它画起来是比较快速，然后不需要太难的晕染技巧，就是涂上去之后，你用手指把它这样子边缘推开来，有个模糊的，把那个界限模糊掉就可以了。所以它也算是一个还蛮轻松好上手的眼影，就是如果你有去逛这个打亮，你可以顺便留意一下这个眼影笔。好，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一大堆开价新品的心得。那这次的东西比较多呢，雷品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省钱特辑吧，就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你可以稍微冷静一下。就是如果你本来冲动想买一些东西，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好的话，大家就可以冷静再多想几秒这样子。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次的分享，有任何问题一样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别忘了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个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连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